让国宝活起来。这里是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本节目由水景房第一房独家冠名播出。我是张国立，国家宝藏001号讲解员。如此炫酷的开场，一看就知道我们是一个年轻的节目。我们有多年轻？上下5000人。9大博物馆在此集结，他们是即将迎接紫禁城第600个春秋的故宫博物院，包罗中国古代艺术万象的上海博物馆，第一座由国家投资兴建的大型综合博物馆南京博物院，见证华夏文明多源头格局的历史艺术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华夏之中上古文明开源之地河南博物院，以周秦汉唐4朝文明定鼎天下的陕西历史博物馆，以荆楚文化大成的湖北省博物馆，传颂万年乐地长歌的浙江省博物馆，新中国的第一座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龚良院长走进国家宝藏本期节目的主角——南京博物院。江苏江湖河海是它的血脉，无印汉风是它的青春。1933年，蔡元培先生倡议建立国立中央博物院，这是南京博物院的前身，也是中国第一个国家投资建设的博物馆。我是这里的看门人龚良，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保存中华文化和江苏地域文明的宝殿——南京博物院。这里自古就是帝王必争之地，青铜器有着一须特有的气，它们不仅有浑厚凝重之魂，也有着江南精致雅巧之秀，映约了龙盘虎踞的六朝故都。这里拥有着世界上最富强的都城，四海归顺，万国来朝。它不仅是清瓷器的黄金时代，更是江山安定、繁荣富强的江南盛世。8000年辉煌，隐约了江苏独特的文化遗存与人文气质。它们灿若星辰，闪耀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艺术的殿堂。我是龚良，我在南京博物院等待您探索历史的热忱之心。龚院长为国家宝藏推选的第一件国宝是什么呢？它的守护人又是谁呢？安徒生童话里有一则名为《天国花园》的故事。风妈妈的儿子东风飞到中国，在祠塔周围跳了一阵舞，然后就响起了叮叮当当的音乐。直到今天我才知道，童话里的那座塔是南京的大报恩寺琉璃塔。我现在的心情非常沉重，因为那座童话般的琉璃塔已经被毁掉了，而我要守护的就是这世上仅存的一套完整的琉璃塔拱门。郑主任您好，我想问一下，这个琉璃塔的拱门是在塔的哪一部分呢？在后面的这样的图片上可以看到，这样的拱门呢，就是在塔的中间，像这个圆圆的这样的位置上面的，每一层上面都有8个这样的拱券门。这个琉璃呢，它是一种用高低温釉2次烧造成的一种陶器。
这个灯呢还不在这个琉璃拱门的位置，它是在每个的一个木窗后面的位置。就像我们现在看到这儿的这个。就是拱门两边的2个小圆的窗户。对。那么全部呢，一共有144个这样的窗户。然后为了这个长明灯呢，整个塔内呢还有100个的僧人来就是完成这个长明灯不灭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很难想象通体琉璃。一道拱门都可以这么美，真的很难想象300年前那座会发光、会唱歌的琉璃塔会多么的震撼。透过这座琉璃塔拱门，仿佛可以看到明成祖朱棣靠海上丝绸之路开启的那个伟大的时代。我是大报恩寺琉璃塔拱门的守护人秦海璐，国家宝藏，我来了。有请国宝守护人秦海璐。大家好，我是国宝守护人秦海璐，我要守护的国宝是大报恩寺琉璃塔拱门。大报恩寺琉璃塔的总设计师是明成祖朱棣，他霸气地告诉世人，天下第一帝国拥有天下第一塔。而琉璃塔的匠人们也用3绝坐实了天下第一塔的名声。第1绝，高耸云日；第2绝，通体琉璃；第3绝，佛灯永明。这3绝将琉璃塔推向了中国古代宝塔艺术的最高峰。9层宝塔共有64套拱门，每套拱门还烧造了2套备件。总共192套华丽的琉璃拱门，经历战争动乱，直到今天，只剩下1套完整的，就是我守护的这件国宝。我是秦海璐，接下来我将带您进入大报恩寺琉璃塔拱门的前世传奇。清朝顺治年间，琉璃塔塔顶的一角遭雷电击毁。可是大报恩寺哪里拿得出上百万银两进行修补呢？危难之际，来了2个姓田的兄弟，不要酬金，只要给口饭吃就行。最终用3个月的时间，徒手修好了琉璃塔，不但赢得了金陵百姓的爱戴，其中一人更是赢得了绣娘沈姑娘的芳心。只是田氏兄弟佛缘甚重，是要修满99座佛塔。于是男女主角相约，1年之后在琉璃塔下相见。可是沈姑娘真的能等来自己心心念念的田大哥吗？阿弥陀佛，沈姑娘可是在塔下待了1夜？塔没亮，他也没来。可是田兄弟，他说他有佛缘，要修99座佛塔，报佛恩。还差9座而已，再有1年就会回来。
我们约好，中元节那天，在琉璃塔上的灯都亮了，便在塔下相见。可我等了一夜，塔没有亮，他也没有回来。俱是佛缘未尽。住持，为什么塔上的灯都不亮了？寺里决定要重修正殿，这灯油实在是烧不起了。那我来筹集善款吧，哪怕烧1天也好啊。沈姑娘何苦如此？他不是要报恩吗？这里是报恩寺，我来替他报，兴许他就能早点回来了。他说，塔亮了，他就会回来。这塔不亮，他怎么回来呢？阿弥陀佛。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住持，这是我募集的善款。善哉善哉。大殿打去年便修好了，朝廷已拨款供奉油灯。今后，姑娘大可不必如此。您知道，我这么做，就是为了替他报恩。7年了，沈姑娘还是放不下执念吗？我从小就在长干里长大，每晚都要数着琉璃塔的144盏油灯，一盏盏亮起。如果不是他修好了琉璃塔，我可能再也看不到了。我相信，这就是我跟他的缘分。塔该亮了，我要去等他了。阿弥陀佛。天哪！啊！是你吗？你终于回来了，田大哥！你好，我叫约翰纽霍夫，来自荷兰。你哭了？你在这儿做什么呀？啊，我在看这座神奇的宝塔。啊，我来中国2年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东西。啊，不仅会发光，而且还会唱歌。什么唱歌啊？那是风铃。全塔上下的檐角挂着152只铜制的风铃，只要有风轻轻一吹，铃声数里可闻。啊，太厉害了！可是塔上为什么要有一个大松果？松果？那是金子。金子？
你们大清国太有钱了。哦，我猜你一定还没有去塔里边看吧？啊，是，我才刚到这里。这塔里面有144盏佛灯，每当夜幕降临，就会亮起，而且彻夜不息。离家的人只要看到它，就会找到回家的路。这塔这么高，得有20丈，一定看得到。24丈，6尺1寸9分。天哪，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他告诉我的。啊？他是谁？他是他不是谁。啊，对了，现在是晚上，你只能看到佛光。白天一定要再来一次的，你会看到整座塔都是5颜6色的琉璃，在阳光下会闪闪发光的。我明白了，这就是你们说的会发光的瓷器 ，Unbelievable！ 我要把它画下来，带回到我的国家。这画啊，这是1个月前我在井口甘露寺看到有2个人赤脚徒手修佛塔，飞檐走壁，像蜘蛛一样。那后来呢？后来呢？我不知道，我待了2天就走了。不过我听说那是他们修的第99座佛塔，太牛了！也不知道这琉璃塔，他们爬不爬得上去？第99座佛塔。7年了，我终于等来了你的消息。我就知道你不回来一定是有原因的。你一天不回来，我等你一天；你1年不回来，我等你1年。明年的中元节，你会回来吗？1年又1年，秀娘、沈姑娘，最终是否等到了田大哥，我们不得而知。唯一肯定的是，荷兰画家纽霍夫将琉璃塔的形象传遍了西方。大波恩寺琉璃塔9阶8面，通体琉璃。那么它在这个建筑技术上面在南京，在当时的明代是琉璃技术的集大成。所以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塔能够反映当时大明朝的建筑成就。现在国外的塔呢，基本是以琉璃塔为参照的。这里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的塔层数呢基本上都是单数。但仿照大波恩寺琉璃塔建造的呢是10层，就是因为纽霍夫画错了。这个明朝在一个时间范围内确实是非常强大，
这就是明成祖朱棣啊，他是夺取皇位、巩固政权之后，那么既有郑和下西洋的这样的伟大的壮举，也有北修故宫、南修武当这样的奇迹。大报恩寺应该是明朝强盛的一个见证。啊，海洛，好想抱抱你，哎呦抱抱你。我们好久不见了啊！对没想到在国家宝藏这个舞台上，我们又见面了。刚才我们看到了海陆老师给我们演绎的那个前世的故事。我知道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也挺意外的，因为跟琉璃塔相关的故事特别多。比如说，这整体设计师是明成祖朱棣。对。皇上说他想报父母恩，报天下恩，要建一座通体琉璃的天下第一塔。结果呢，建到最后呢，说经费不够了。哎，皇上要干个事儿没钱了，你说这逗不逗？结果多亏把郑和调到了南京，然后呢，郑和就调用了下西洋贸易的最后一笔100万银两，把这塔最后给修成了。但就是这么美的塔，经历了战争的动乱，最终留给世人可以真切看到的，也就只剩下南京博物院珍藏的这一套完整的琉璃塔拱门的构件了。这套拱门上烧造的图案是代表着慈悲的大鹏金翅鸟，对，救度之象的龙女，还有鱼王摩羯鱼、狮羊白象，这代表着都是最真诚的祈愿。所以你给我们演绎的是一个因塔结缘、因塔守候的爱情故事。对了，那你也得告诉观众，你们刚才演绎的这个爱情故事是真实的存在吗？故事中啊，从未露面的这个男主角啊，是真实存在的。史书上记载说，顺治年间有一对田氏兄弟，1分钱不要，然后徒手攀登80米高。没有用任何支架就修好了琉璃塔。刚才你们演绎里头还有一个荷兰人，叫约翰纽赫夫，这个是真实的吗？绝对是真实的。他是东印度公司聘用的素描画师，他随着这个商队来到中国，他就把这个琉璃塔给画下来了，并且呢，在游记中极尽华丽的辞藻去赞美琉璃塔，引起了西方人对东方琉璃塔的强烈向往。更重要的是什么？在这个纽赫夫引发琉璃塔热的300年后，又有一群人把琉璃塔热带入了西方。那好，就让我们把大报恩寺琉璃塔的故事继续讲下去吧。有请国宝守护人秦海璐为大家开启大报恩寺琉璃塔拱门的今生故事。2016年，有人从英国带来了一个消息：伦敦的皇家植物园里竟然有一座琉璃塔的兄弟塔，名叫秋园宝塔。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有一群人就坐不住了，他们直奔英国，在秋园进行了第1次以塔之名的中英双塔交流会。今天，我们有幸将他们的代表请到了现场，有请南京州双塔会组委会主任潘谷平先生。参谋长好，秦老师好。参谋长您好。你好。好，大家好，我是潘谷平，这次是代表南京市委宣传部和世界知名城市南京州组委会而来。刚才海璐说呀，咱们这个琉璃塔竟然有一座兄弟塔，而且还在英国，还有一个双塔会，这是怎么回事？要介绍这个事儿啊，还得从刚刚秦老师说的前世故事说起。咱们南京的这座大报恩塔，修建于明朝定都南京期间，历经了3代皇帝，修了17年。在修建过程中，郑和还用了他下西洋的一点经费，不但出了钱，还出了人。在他下西洋的那段时间，花了6年时间，带着他下西洋的1万名的水兵，也就是个国际化的团队，
参与了大报恩塔的修建。那您给我们说说英国这塔是什么时候建的？要说到英国这座塔的修建啊，跟国立老师啊，您还有点关系。哎呦，跟我们祖上吗？这件事儿呢，发生在1762年，那会儿是乾隆年间，1762，皇上那会儿演过，钟爱卿平身。话说当时啊，在英国有一位皇家的建筑设计师，他叫钱伯斯，他呢就非常仰慕咱们的这座大报恩塔，就在英国的皇家植物园，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植物园，参照咱们大报恩塔的形制，建了一座中式宝塔，就叫做秋园宝塔，专门用来献给当时的国王乔治3世。所以这2座宝塔呀，都有皇家血统，而且啊，在他们建成的时候，一直是中国和英国最高的建筑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东方和西方各有一座形制相似的宝塔，一东一西，遥遥相望。虽未谋面，神交已久。还没多美的一幅场景，这就是双塔的美好情缘。但是这段情缘啊，只持续了94年，随着我们中国这座宝塔的轰然倒塌，只留下了他的伦敦兄弟独自矗立着，很遗憾。人家的塔还在那儿立着呢，咱们的塔倒了，就留下了一个拱门，听明白了吗？您这话让我真是有点难以言表。在2015年，我们南京的市委市政府重新建造了大报恩寺遗址公园，为了保护原有的塔基，建设了一个塔状的建筑物，整个宝塔通体玲珑剔透，很有当年的大报恩塔的气度。您别看，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塔状建筑物，再次让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大报恩寺遗址公园建成之后，美国 CNN 对此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让世界再一次为它而轰动。大报恩寺琉璃塔被称为天下第一塔，从17世纪起就享誉海外，由纽霍夫的游记传入西方，通过安徒生的童话走进欧洲人的童年。南京此塔承载了外国友人对中华文化的向往。英国的钱币上有它的图案，许多国家也纷纷仿照它，在自己的土地上建起了中国宝塔。千百年的岁月流转，琉璃塔虽毁于太平天国的战火，但它所代表的文化符号却鲜明如初。在21世纪，它通过一个小小的外卖盒出现在许多热门影视剧中，继续代表着中国的文化符号。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虽消逝在历史中，却永远活在世界的当下。真让我没有想到，西方人对我们的琉璃塔是真爱啊！看见没有，连那个外卖的盒子上都有。当时这座秋园宝塔建成以后，在当时的英国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当我们有了双塔会这样一个念头，前往伦敦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座塔呀已经关闭半个世纪了。他们那也关闭半个世纪了，而且年久失修。原有塔上有80条木龙，也已经不翼而飞了。所以当时我们看到这座塔呢，哎呀，心里面觉得就有一种责任感，兄弟拉兄弟，我们是不是应该中英双方一起合作，把双塔情缘再给它续上？这个提议得到了英方的积极的响应。因为我们塔上面有中国的标志神龙。
然后他们就根据这个发起的一个儿童绘画大赛。这些外国小朋友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还真是不容小觑哈。看来中国人民其实对这个塔确实抱有深厚的感情。对，你看这2座塔真的是有一种割舍不断的奇妙的情缘哈。大报恩寺琉璃塔还以另外一种意想不到的形式，在这个时尚圈还有设计圈露了一大票粉丝，而且获得了国际友人的青睐。这个塔跟时尚圈能有什么关系？2016年呢，因为我们有了双塔会这样一个机缘，我们就去到了英国伦敦，把南京周和双塔会合二为一。好，因为这样的合二为一，2016年的伦敦南京周啊，就显得特别的厚重。我们选取了50几件经过现代创意设计转化的文创产品。其中啊，就有1件是和咱们的大报恩塔相关。那今天呢，我们也将这件作品啊带到了现场。这个太有意思了，这个。它的设计的灵感就源自于咱们今天的主角大报恩塔。塔顶的飞檐化身成了壶盖，塔角的铃铛化成了茶杯，八面玲珑的塔身化成了茶壶的形状。咱们今天的主角大报恩琉璃拱门化成了茶壶的横梁。这套茶具的名字呢，它叫回声。这套茶具它的寓意就是静守百年执着，倾听六朝回响。太棒了！200年前，大报恩寺琉璃塔影响了秋元宝塔。200年后呢，琉璃塔以另外一种形式又走向了世界，真是应了那句话，叫“念念不忘，必有回声”。这回声呢还没想完，您知道吗？这可是获得了号称设计界的奥斯卡大奖红点奖的。您说一下，当时一块领奖的都有谁？大家就知道了。一个是奔驰汽车，第2个是谷歌的无人驾驶汽车。哎呦，这说明，哪怕全世界人都生活在人工智能的高科技时代，我们的传统文化依然会得到世界的注目。所以，这种贴近现实生活的文化传承特别重要。不管是双塔会，还是回声，他们都通过我们大社的南京周的舞台走向了世界。3年，已经有70几个来自南京乃至全国的文化团队，通过这个舞台走向了世界。世界知名城市南京周，在国家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指导下，引领南京走向世界。南京周每年前往一座国际名城，通过系列文化活动，讲述有温度和情怀的南京故事，并与各地进行深入交流，创造融合，让世界越来越多的人真正地认识和理解中国的价值观念和中国文化。Beautiful. I would love to go there sometime. London would like to say Ni Hao Nanjing. Ni Hao Nanjing. Ni Hao Nanjing. Nanjing people.
美不美？各位，还想不想看？好，欢迎你们到南京州去看。刚才大家看到这个云锦绣的表演啊，其实到今天为止才表演过3次。第一次是在米兰，见证南京州正式的开启；第二次呢是在中华门城堡上，隔着秦淮河与报恩寺新塔遥遥相望；第3次就是今天了，在我们国家宝藏的舞台上。那么也谢谢各位美丽的姑娘，请你们下场休息吧。下场都这么有范儿。您这个南京州啊，办的是真好。国立老师，中国2000座城市里，名称中带“京”字的，就2个，一个是北京，一个就是我的家乡南京。京在汉语中是都城的意思。对，南京作为中国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代表我们的中华文化走出去，应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国立老师，你知道吗？其实潘部长有2个跟琉璃塔相关的约定，想在咱们这个国家宝藏的舞台上面跟全国人民一起实现。给您时间说。第一个约定，在2018年修缮完成秋园宝塔，续上这座双塔庭园。第2个约定，因为我们的塔有一部分的琉璃构件，目前收藏在大英博物馆，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琉璃构件请回南京，和我们今天的主角琉璃拱门一起做一个回归特展，让他们再次相逢。琉璃塔它诞生的时候，见证了大明王朝一个面向世界的文明帝国。今天，琉璃塔又引发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的互通交流，这才是真正的大国匠心造就的大国风范。感谢秦海璐、潘谷平先生。接下来，我们为2位颁发国宝守护人印信，并请你们宣读守护誓言。我是秦海璐，我是潘谷平，我们志愿守护大报恩寺琉璃塔拱门，守护历史，守护大国匠心。让国宝活起来！这里是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本节目由水井坊第一房独家冠名播出。龚院长为国家宝藏推选的第2件国宝是什么？它的守护人又是谁呢？四海归顺，万国来朝，说的就是明代。提起那个鼎盛王朝，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郑和下西洋。我今天要守护的这件国宝，就是来自于那个时代。坤于万国全图，听起来有一种朗朗乾坤、朝朝日月的那个感觉啊，是很大气，大气的。这幅世界地图看起来跟现在的没什么两样嘛？那它真的是算一件文物吗？它是一件文物，而且是南京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之一，因为它一个是绘制于400多年前的万历年间，它又是中西合作的一个见证。后来呢，有了课本，万历皇帝呢又让人照着课本摹画了这么一张地图，那么也是现存的唯一一件摹本。400多年前没有这个测绘的工具，也没有所谓的卫星，是他们就能把这个地图啊描绘得如此的精确啊，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坤于万国全图就像是一张藏宝图。这幅世界地图里面包含的不仅仅是航海家们惊心动魄的探险故事，更是蕴含着中国古代科学家的智慧。对于我们来说，它正是那个伟大的时代的见证。我是坤于万国全图的守护人张晨光，
国家宝藏，我来了。有请国宝守护人张晨光。大家好，我是国宝守护人张晨光。我要守护的国宝是昆舆万国全图。昆舆万国全图，它是一张世界地图。这张地图长380.2厘米。宽168.7厘米，他首创性的将中国放在了世界地图的最中央。而我们现在国内所看到的世界地图的构图，就是受他的影响。别小瞧这幅世界地图，它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见证，更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我是张晨光。接下来，我将带您走进昆舆万国全图的前世传奇。昆舆万国全图的前世传奇，发生在明朝的万历年间。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由水路从南京出发，沿大运河北上，终于得到了参见皇上的机会。但是万历皇帝对他进贡的其中一件礼物，很是不满意。正当利玛窦愁眉不展之时，一位明朝的科学家，也是利玛窦的好朋友李之藻找到了他。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讲起。妈妈咪呀，这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太息如是，太息如是，这圣上都已经退朝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呢？圣上要我跟你说件事儿。哎呀，李大人，你不要再说了，我铺盖卷都准备好了，明儿个我就走人了。太息如是，你不是说你要学那个《西游记》里面的唐三藏吗？怎么这么快你就要回东土大唐了？因为你们的圣上对我的进贡不满意。你进贡的礼物，圣上觉得很万德福啊。万德福？你教我的？Wonderful 吗 ？Wonderful， 真的吗？真的。你献的礼物啊，确实是好，但是呢，大明在这个地图上面，圣上觉得如此之微，而且还置最右边。为何？哎呀，我献什么地图嘛，马屁都没拍在点上。这话不可说，不可说啊！太息如是啊，你别着急，随我来，我给你看几样好东西。去什么地方？这个就是我今日找你来的目的。这是什么？哇哦，这就是你们大明自己绘制的地图。对，妈妈咪呀！哎呦，你看看，这些都是我们大明的地图。这个是大明一统制，在我想呢，是不是能够用我们大明的地图，配合你们西方的地图，然后再重新绘制一张地图？啊，太棒了！妈妈咪呀！李大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这次一定要把大明放在这儿，必定是中央王国嘛。万德福啊，万德福啊！太息如是啊，如此可教也。李大人，你这也是一片苦心嘛。太息如是啊，你说
你的家乡欧罗巴，意大利亚，这在哪儿啊？哦，就在这个地方。距离不近啊，这得坐几个月的船吧？几个月？我这么跟你说吧，我是23年前从我的老家出发的。太虚如是啊，你也不容易啊！来，把这些地名都注释起来。这里是黑人国。黑人国，哦，此地距今日。对，就是近太阳。一副黑色，不穿衣服，头发卷去，不缠铁，缠金、银、象牙、犀牛角。我的天哪，李大人，你怎么知道的如此详尽？你不是连大明都没有出去过吗？那还不是因为咱们的郑和郑大人？郑大人在将近200多年前，率领我们大明船队出海，把我们的丝绸还有瓷器传到了那个地方，而他们呢，也献上了他们的麒麟。麒麟是什么东西？你看看，麒麟就长得这个样，好长的脖子，我在欧罗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样的动物。不过李大人，我们有哥伦布大人和麦哲伦大人，虽然他们比郑大人出海晚了100多年，但是他们也到达了郑大人没有去过的地方。比如这个地方叫亚美利加的新大陆，还有我们麦哲伦大人还完成了全球旅行，证明了我们的世界是圆的。许如是啊，你的很多说法都很离奇，但只要有理可据，我不介意。来，再写上这几个国家啊。这个地方叫波希尔。好。李大人，你注明一下。这个国家的人不盖房子，挖地，住在洞里，吃人肉，但是吃男的不吃女的，用鸟的羽毛做衣服。妈妈咪呀！妈妈咪呀！啊，还有这个地方，这是极南之地，还没有人去过。哦，没有人去过，那这个地方要注明啊，是南方地，人智者少，故未审其人，勿何如？这一点必须要向圣上说明。私以为西方之学较大明不同，在下可否有这个荣幸，追随太息如是，习得西法？哎呀，李大人，我也特别喜欢跟你切磋。太息如是，绘制完毕。哎呀，太棒了！这一次大明不仅在中央，而且完整了。那真是啊，不出户庭，就可观万国之事啊！李大人，这可是你我二人共同描绘的天下。这幅举世无双的昆于万国全图，将万里之地尽收眼底呀！李大人，妈妈咪呀！万岁万岁！万万万岁！万历皇帝十分喜欢这幅举世无双的昆于万国全图，利玛窦顺利留在了北京。至今，昆于万国全图的原刻本流散海外，而宫廷描摹版本仅存一件，珍藏在南京博物院。昆于万国图啊，它体现了在明朝时候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以及中外文化的交流和交往。我们发现是天地是圆的时候，世界上的所有的地图都是以欧洲为中央的。这是一幅我们发现的最早的中国在地图中央的地球是圆的这样的一幅地图，所以我们觉得它
特别具有意义。昆宇万国全图呢，是当时世界上内容最全也是最科学的一个世界地图。利玛窦在成图以后，把这个图寄到了欧洲，当时呢在欧洲引起了轰动，被誉为是不可能的黑色郁金香。因为在16世纪的时候，欧洲人对种植郁金香非常的狂热，但是呢，要把黑色的郁金香种植成功呢，就是非常的罕见。所以呢，这个地图当时呢，在欧洲人心目当中呢，是有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地位的。目前确实还有一幅以昆宇万国全图为蓝本的一幅地图——两仪渲览图，在图上又将山脉描绘成绿色。这幅图目前藏在我们辽宁省博物馆。在李之藻的这个题跋中可以看出，许多国家没有被标注，有的是因为古今的名称不一样，有的是因为方言的译名不一样。现在的澳大利亚没有被标注，是因为在当时还没有被发现。但是不管怎么说，昆宇万国全图对地理学还是产生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和贡献。哦，晨光，国立哥，国立哥，妈妈咪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知道张晨光以前演过皇帝，而且你们知道他演的是谁吗？恰恰就是万历皇帝。我就演过那么一个皇帝，就是万历皇帝。但是刚才在我们这个前世传奇里，为什么没有让你扮演万历皇帝来演绎这段前世传奇呢？我比较喜欢李之藻这个人，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那通过了这次守护昆宇万国全图呢，我了解到这个明代的科学家，他对比这个西方的科学家，他真的是毫不逊色。比如大家所熟悉的医药学家李时珍，还有12平均律的鼻祖朱载堉，也是地质学家徐霞客，对，还有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农政全书的作者徐光启，这些科学家，我们其实都应该铭记在心。是的，我们刚才听到了每一个你念的这个名字的，我们都有掌声，说明我们从内心是敬佩他们的。中国古代的科学家能被提及的真是不多，能达到家喻户晓、如数家珍的更是寥寥。他们是需要被更多人知晓，他们也是国家宝藏。所以在寻找昆宇万国全图的今生故事讲述人时，我和我们节目组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位科学家，与这个前世的李之藻能够遥遥相惜，守护昆宇万国全图。那我们就有请张晨光为我们开启昆宇万国全图的今生故事。有这样一位专门研究地图的人，据说他可以跟昆宇万国全图对话，在他的眼中，这张地图就像是蕴含着无数财富的大宝库。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地图学者。地图不止一张纸，而是他的全世界。1933年，在他出生的年代，无数人用理想和血泪捍卫了中国的版图。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他和一代地图学工作者重绘祖国山河，用计算机数字技术让中国传统地图跻身国际前沿。年过半百，他再次赋予地图一双威尔的眼睛，从此改变了军事指挥员的作战视野。地图也继续守卫着中国大地的安宁。他这一生的目光从未离开过地图，地图也因此向历史和未来无限远扬。中国科学院院士高俊。让我们有请中国科学院院士高俊先生。
好啊。您做一个自我介绍吧。我是一个专门研究地图的人，我叫高俊。您今年贵庚？你们说这是个年轻些？对，我们有多么年轻？这样比较起来，我就非常年轻了。我今年才85岁。哦，对我们高老是80后的啊，80后。高老，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地图的？我大体上就是进入大学以后，就迈进这个领域了，18、19岁，前后算起来呢，也有60年的样子，60多年。要讲到这个《昆宇万国全图》的话，那高老师最有发言权的，所以国立哥，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就尽量问高老。好，既然你这么说了，我就代表大伙儿问一问，高老，这张地图的名字叫《昆宇万国全图》，万国全图咱们大伙儿都明白什么意思吧？那么“昆宇”这2个字什么意思？昆呐，就是地的意思。这个宇呢，历史上就是作为用一个车来丈量土地。所以在中国古代有季里古车的记载，《昆宇万国全图》就是等于负载着全世界的各个国家的这样一幅地图。那这张承载万国的地图已经和现代的世界地图非常相近了。那现代地图是用经纬度绘制的方式，那这张400多年前的世界地图也是用这种方式来绘制的吗？是的，可以这样比方啊，大家手里一个橘子，这个橘皮啊，我们吃的时候要打开，对，但是一个橘皮你要不打开，你能把它放平在桌子上吗？不行，它是圆的，不行吧？因此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沿着橘子的上下2端，相当于地球的南北极，把它切成就是一代一代的。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把一个球面展成平面。我想再请问高老，一张完整的世界地图对于当时人们对于世界这个认知，它有什么帮助？对呀，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你看他怎么净问的是重要问题呢？因为我见过这张图啊。对。大家知道啊，了解世界的形状，除了看地图，你们还有别的办法吗？没有任何一个办法。你说我坐到卫星，到了太空，是不是可以看见整个的地球了？只看半个，背面你看不见。对呀，但是把它展成一幅全图，你就可以知道整个地球表面上陆地的分布。国家的分布，他们之间的关系清清楚楚。这幅图就是第一次，能把全球的各个州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国立哥，你知道吗？当你看到了这份《昆宇万国全图》的时候，它上面有写一些像什么欧罗巴呀、亚细亚呀、大西洋啊、尼罗河啊这些中文的译名啊。它一直沿用到今天。据现在专家们的统计啊，有1114个地名，1114个地名啊！但是这1000多个地名里边呢，有将近400个左右啊，不是出自利玛窦带来的欧洲地图。您的意思说，这个时候写这个名字的时候，那个西方的地图上还都没有这些城市？没有。这400多个地名不光是中国本地的，包括美洲的。那么美洲的地名它是怎么弄上去的？而且怎么弄上去的呀？你问我呀？那我就问利玛窦好了。不是你不是见过这张图吗？利玛窦当时绘制《昆宇万国全图》的时候，是充分利用了中国当时存在的各种资料，当然也包括地图。这个《昆宇万国全图》啊。它是融合了中西双方对世界认识的结果。《昆宇万国全图》的文物的价值就在这儿。高院士，前世传奇中那个大明一统志，还有这个广宇图啊，
它跟这个昆宇万国全图，它的模样可说是天壤之别。这是不是跟古代中国绘制地图的方式、记里画方有关系呢？应该说有关系。这个记里画方就在地表面上画很多方格，比如说每隔1里画一个格。经纬度是把地球看成球体的情况下，制作的地图，而记里画方是面对着范围不大的区域制作地图，比如说一个县，一个省。大到全国地图的时候，记里画方就显得吃力了。记里画方和经纬度是东西方对天地的认识提高到哲学的高度的时候的基本的区别和产物。大家看这幅图这是西安碑林里边现存的一幅刻在石头上的碑刻地图，这就是用记里画方的方法。大家看长江黄河，基本符合现在的流向。而且还一个一个小格，我们都看得很清楚。那记里画方这种传统的绘图方式，是不是后来就已经都不用了？大家知道欧洲的德法战争，这个法国总是打不过德国。有一年，这个德国人发现法国的炮兵射击的特别的准确，说是发明什么新的武器。后来一调查，这法国地图上画上这个方格网了。方格网用咱们的方法了。这个方法要说古老祖宗应该是中国的方法。对呀。以前一提到古代的地图，我们就想到的是战火风云，一个词儿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叫图穷垵现。对，当时的荆轲就是带着一张战略要地的地图，才有机会去接近了秦始皇，来刺杀他。进贡地图往往是降服或者归顺之意，地图既是疆土，那得到了地图就相当于得到了领地了。所以那个时候一张图是多么重要。战事一紧了，把地图拿来，敌人现在这儿，我们现在包抄过去，肯定是拿地图说，运筹帷幄，都看地图，就靠地图。在这里呢，我再透露一个讯息，这2年呢 ，VR 技术真是突飞猛进啊。VR 不是虚拟的吗？对，这个是所谓虚拟现实技术。这个技术呢，高老他在10多年前他就已经在玩了。真的？对。10多年前的孩子们，对。现在我都没有戴过那个 VR 眼镜呢。您10多年前就带着它到处走了。我们关心的是什么？把 VR 技术和地图结合起来，就把地图变成一个我们叫做可进入地图。读者可以戴上眼镜之后，走到地图环境里边去。这个地图是一个动态的、多维的。现在大家在手机上就可以从全世界找到你家在什么地方，而可以找到你住的那间屋子。直接可以进到房间里面，去。VR 技术和地图相结合，使地图获得了一个新的表现形式，空前扩大了地图的研究领域。现在不只是 VR， 大家知道 AR 就是增强现实，还有 MR 就是合成现实，都是在研制之中。所以这些的发明告诉我们，以后没有什么秘密了。咱们得小心行事啊！你再小心，我也可以到你们家里头去。我能跟昆宇万国全图结缘，然后有机会认识像高老这样的科学家，他为我们中国地图科学的研究默默奉献了毕生的精力。我们真的是要向这些科学家致敬。好，谢谢大家，谢谢。地图可以称作是一个多维的环境的表达的工具，是真正的历史的镜子。总体来看，我们的地图的视野和地图的水平和质量是居于世界的前列。在这个领域，我工作了一辈子，60年，但远远不够，这还需要后生们继续努力啊。其实我们今天来看昆宇万国全图，看到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举世无双的七下西洋，看到的是大明向世界舞台上的奋力一跃，中国人探索世界的脚步从未停止过。
谢谢高老，谢谢陈光。我们也为2位颁发国宝守护人印信，并请2位宣读守护人誓言。我是张晨光，我是高俊，我们志愿守护昆于万国全图，守护历史，守护海国图景。让国宝活起来！这里是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本节目由水井坊第一房独家冠名播出。龚院长为国家宝藏推选的第3件国宝是什么？它的守护人又是谁呢？这幅像拼图一样的砖画，就是我要守护的文物。上面画的，就是竹林七贤。咱们来看到这幅砖画，它是在南京的这个西善桥，一个南朝时期的贵族的墓葬当中所发掘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的砖画。所以其实说明这个墓主人应该是对他们相当的崇敬。您说的没错，当时呢，竹林七贤生活的环境呢是非常动荡的，因为他们不满司马氏的统治，所以他们每天隐居于山林之间，轻谈玄学，纵情高歌。他们希望呢，能够过着淡泊名利的生活。无论是谁，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都难免会跌倒。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七贤一样，寻找到合适的生存之道。这幅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不仅仅是魏晋时期的图像记忆，它更是代表了一种对独立思想和精神的追求。我是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的国宝守护人袁弘，国家宝藏，我来了。有请国宝守护人袁弘。大家好，我是国宝守护人袁弘，我守护的国宝是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这幅砖画出自六朝时期，长240厘米，高88厘米，由近300枚砖块拼嵌而成。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砖画上刻有8个人物，分别是由魏晋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刘伶、王戎组成的竹林七贤，以及春秋时期的著名隐士荣启期。此8人席地而坐，或开怀畅饮，或弹琴度曲，或仰天长啸，或挥箸弹弦，无不尽显名士的超然高涛、潇洒风流。我是袁弘，我将带大家一起走进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的前世传奇。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的前世传奇，就发生在波谲云诡的魏晋时期。这幅砖画上一共有8个人，其中7个人是以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他们凭借本色风流，从众多英雄名士中
脱颖而出，成为后世文人争相效仿的偶像天团。但第8个人却是春秋时期的隐士荣启期。这相差着700多年的8个人，为什么会出现在同一幅砖画上？别说我们了，连荣启期自己也不明白。他决定一探究竟，结果却碰到了几个荒诞不羁的奇葩。我们的故事就从这场奇葩大会讲起。老夫荣启期，本是春秋一隐士，结果却跟700年后魏晋的7个后生出现在同一幅砖画上。老夫也很是不解，所以特来会他们一会。呀，此人虽土木形骸，但风姿特秀，如孤松独立，亦如玉山将崩，的确非常人也。这个老，哎呀，美酒是老头儿，干，干，主人，你这是为何呀？我家主人说了，他要是喝酒喝死了，就随时就地把他埋了。啊？为何呀？为何呀？为何呀？这位后生，此人豁达，置生死于度外，你为何要伤悲呀？我哭的不是他，那你哭的谁呀？我哭兵家之女，才色双全，为嫁而亡啊！这兵家之女是你朋友？我不认识她。这你不认识她，你哭的什么劲儿啊你？啊！慢点走。阮弟兄，哎呀，你等等我，青青。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亲自在家中叫就好，出来就不要叫啊，乖乖。我不管，晶晶爱晶，所以亲亲。我不亲亲，谁当亲亲？我亲啊，我亲。哎呀，哎呀呀！山上哎，这别人晒富晒恩爱，你为何晒着见不到光的大不独鼻鲲呢？未能免俗，聊富尔尔。你拿来吧。在下嵇康，先生所乐为何呀？哎呀，吾乐有3：生而为人，为男人，年90。哎呀，先生，高人呐！哎呀，这老夫自知何为乐，却不知诸位这是何为罪，何为悲，何为情，又何为善啊？先生莫着急，让我与你慢慢说来。此人呐，乃阮咸，贫富贵贱于他而言，并无不同。别人晒富，他晒穷，有何不可呀？若是如此，那这晒恩爱纵情之人，岂不是小家子气喽？世间最难得莫过于一个
情字。圣人不为情所困，冷漠之人不懂情，而王戎大幸，懂情钟情，如此之人，纵情有何不可呀？来，纵情须情有所钟。来，这无根之情，为何？先生以为他是真的在哭兵家之女吗？不是吗？阮吉雄，名哭兵家之女，才貌双全，未嫁而亡，是吧？实则是在哭自己，德才兼备，却无明主可报。阮先，来，阮先，把你叔父扶走。好嘞，叔父，走了。要说此人呐，刘玲，哪来的咸鱼？正好下酒，喝。你没死啊？有白蛙了。此人无视生死，颇有老夫风范，甚得我心。先生，你可愿屈就，与我等晚辈一聚呀？性情中人相邀，岂有拒绝之理？先生，请。贤弟，居元兄，叔爷，我已完成全部庄子读解。天下最懂庄子之人，非项秀莫属。由此，庄生不死矣。好，哎，此等大事必须喝酒庆祝。走。诸位，今日我等有幸与高人一聚，来，当为此举杯，同乐。喝！哎，叔爷，为兄即将出任从事中郎，2年前与你所谈之事，不知你……巨元兄，己所欲，不施于人。你可以饰以金标，享以佳肴，而我思长林，而志在风草也。若再提及此事，你我恩断义绝。嘿，哎呀，来，喝酒！王蓉，在这儿呢。这儿呢。喝酒。终于喝死了。哎呀，这道不同，为何还有以友相交啊？各奔东西，自得其乐，岂不快哉？朋友相交，唯求真。本真不同，如何相交？本真看似不同，因为本真之举不同，但本真之心相同。我等身处乱世，唯心放逐于自然，而自然之物就该和而不同。人生在世，唯有
活出真我最重要。若在活出真我的路上，觅得知己良友，岂不是人生之大幸？哪怕他日水火相向，亦不悔今日相交。你们都不悔？不悔，不悔。有白发了。好，好，好！老夫本以为诸位是矫饰造作，今日一探，才知其位后生是任其性，视其情，参差百态，是各有其妙啊！先生过奖。你们其人虽性格迥异，举止参差不齐，就如同那7个音符一般，只有长短不一的音色组合在一起，才能弹出那世间美妙的音乐。即便他日曲终人没，余情并传千载。请。嵇康等人陆续离世，直至东晋初年，才有人第一次将7人合称为七贤。到了南朝，只是考虑壁画要左右对称，后人从千古圣贤中独挑选了荣启期与竹林七贤，置于同一幅砖画。这幅画它里面的人物的线条啊，非常的流畅，非常的飘逸，而且是把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的当时的人们的那种情怀，在这个画里面有非常好的表达。所以我们觉得它在中国绘画史上，在中国的文物史上面，都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这个珍品。竹林七贤其实最本质的是在于他们身处乱世，他们能够崇敬自然，然后能追求自我自由的这种独立的人格精神。在这个精神层面上来说，我们说他是贤人。一般啊，在砖画或者壁画上去作画的时候啊，他在事先要有一个原本。那么竹林七贤这幅图啊，我们从他的8个人的线条和画技上看，有可能这个底稿出自于东晋画圣顾恺之的这种画技画风。上海博物馆收藏了一件唐代孙魏的高逸图，是孙魏的唯一的一个存世的真迹。那么这个高逸图呢不完整，它其实上面画了4个人。到北宋末年，宋徽宗的时间就进了宋徽宗的皇家的收藏。当时啊，徽宗也没有认出来这里面的4个人是谁。在1960年砖画出土以后，我们辨认出了孙魏高逸图当中的4个人，主要是山涛、王戎、刘伶还有阮籍。因此啊，这对于书画研究啊，它也是具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意义的。哦，欢迎袁弘，欢迎国立老师，国立老师，欢迎袁弘。刚才这出戏不得了啊，8个主人公，每一个都来头不小。你扮演的是嵇康，对吧？嗯，中国古代4大美男子之一啊，是吧？那我得考考你啊，另外3个是谁？另外3个，胡歌、霍建华，不是古代是吧？古代4美啊。据我所知，有西晋时期这个貌若潘安的潘安，潘安是一个。然后北齐的战神兰陵王高长恭，魏晋时期这个玄学家魏介也是其中一个。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嵇康必须要位列4大美男。为什么必须是嵇康？这第一，其实嵇康啊长得高，你看咱们现在说人高富帅，高都是排第1位的。嵇康是真的高，《世说新语》记载他有7尺8寸，7尺8寸，换算到现在相当于1.88米、1.9米的大高个儿。哇！第二呢，说他帅的惊为天人，
帅到什么程度？说他有一次他在山里边然后有一个樵夫砍柴就碰见了这人，樵夫晃眼一看，以为是神仙。第三呢，口才好，写的一手好文章，口才又好，逻辑非常严谨，有着极强的说服能力。是，刚才前世传奇里，荣启奇提出的那些质疑，都被他一两句就给化解了。放现在我觉得嵇康哄小姑娘开心，指定没问题。关键他还有一个传奇故事，你听完以后，这女孩子们更得觉得这人不得了。嵇康擅长古琴，最著名的就是《广陵散》，听说过吧？据说嵇康临死前在刑场还弹了一曲《广陵散》。想想这古人的风范，说您这刀稍微等一会儿，您再往下砍，你等我弹一首琴，弹完，我给您伴奏来。从此成为绝唱。刚才那一段戏里边有很多人物，如果说嵇康是竹林七贤的颜值担当的话，那其他的成员他们其实各有各的担当。对，刘伶擅长喝酒向秀是擅长读书，对，阮籍擅长写诗，那阮咸就更不得了，擅长弹琴。那个弦为什么叫那个乐器，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所以这7个人其实真的是各有特点。那不光是在文学艺术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们几乎是囊括了中国古代读书人立身处世的一个所有的选择，而且他们是在乱世里边活出了尊严。所以称他们为天团，我觉得一点都不夸张。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所以他们能从名士众多的魏晋时期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人的一个代表性的符号。这个8大男主，其实真的是每一位都太有故事、太有聊了。对，那我呢真的是才疏学浅，所以呢请到了一位朋友，他会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为我们大家解读竹林七贤以及这幅专画的背后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袁弘为我们开启竹林七贤与荣启奇专画的今生故事。阮籍为太守，乘驴上东平，踌躇10日间，一朝风化清。刚才这些可爱的小书童为大家吟唱的这首诗呢，其实是竹林七贤的一个超级粉丝李白写的。那其实除了诗仙李白之外我们中国历代的文人都争先为竹林七贤打过 call、盖过章，足以见得竹林七贤这个第一男子偶像天团的位置而我身边的这群孩子呢，他们其实也是来打 call 盖章的。那孩子们，你们能不能告诉大家，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从砖画上来的。砖画上来的，那你们介绍一下，你们都是谁呀？我是姬夏行3，我是姬夏行18，我是姬夏行21，我是姬夏行39，我是向夏行9，我是向夏行18，我是向夏行21，我是向夏行31，我们都是砖画上的一块砖。先别急着鼓掌，你们听懂什么意思了吗？没听懂，你们在鼓什么掌？我也没听懂，没听懂就对了其实我们孩子说的这些东西是破译这幅竹林七贤与荣启奇专画的一个密码。那我接下来要请出来的这位今生讲述人，他用一种看似简单的一种拼图游戏，将这些密码进行了排列组合。有请北京大学考古学博士、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博士后耿硕。观众朋友们好，欢迎耿硕，袁弘你好，欢迎。我叫耿硕，来自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刚袁弘说了，说你通过什么密码拼图拼出了这幅砖画背后的秘密，听着挺玄乎的但是这幅画我知道是1960年出土的，对，是吧？
你这一看他不像个那个时候的人呢。啊，复原那会儿还没你呢，你怎么拼的呀？我看着跟他应该差不多，是吧？我俩出土时间差不多，对，我俩都是80后，他比我还小2岁，然后他就是一个博士后了，搞得我很惭愧。韦老师，我确实拼了砖画，只不过呢，我拼的是另外一幅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但是它和南京博物院的这件国宝是同胞兄弟，这悬了吧？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是南京博物院的镇院之宝，而且就这一幅砖画，怎么能称得上是同胞兄弟呢？大家都知道，南京博物院藏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是1960年在南京西善桥公山墓出土的。它是现在保存最好、艺术价值最高的一幅砖画。有意思的是呢，半个世纪以后，2010年，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南京一个叫石子岗的地方又发掘了一座南朝墓。这个墓虽然被破坏了，但是里面发现了数量相当多的带有画像的木砖。这些木砖它并没有按照正确的顺序砌成图像。那有专家呢就发现这些砖画上面有些线条啊，衣纹的线条、树木的线条，就想哎，它跟南京博物院的这件国宝会不会是一样的？这就给我了一个启发。那我就想，我就试一试，我就看看能不能把这些乱砖拼回去，能不能复原出一幅完整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结果呢？结果呢？我们来看大屏。好，这是南京博物院的宝贝。上面这个白色的部分就是我做的石子岗5号墓的复原。这2幅砖画，这些线条的粗细、走向都完全重合的。我们来看一个局部的图，大家看，只有2块砖，对不对？左边这块是南京博物院所藏的，右边是石子岗5号墓出土的。它们是2幅砖画相同位置的2块砖，是阮籍这个人物袖子的上半部分。我们看这2块砖上这些衣纹的走向是完全重合的。不仅如此，甚至它们还有同样的瑕疵。没看出来呢。大家看是不是都有2条斜线穿过衣袖？对，这个斜线显然不是衣纹的一部分，它没有实际的意义，所以我们推测它是制作模板时的一个失误，有可能就是那个木头模子上的一个疤痕。瑕疵都一样，真是同胞兄弟。既然他们是同胞兄弟，那我想问，他妈是谁呀？他们的母亲呢，就是同一个模子，或者说是粉本，甚至有人认为这个粉本可能是出自顾恺之或者陆探微这样的大画家之手。哇，这是2位了不得的画家。顾恺之大家应该都熟悉，水墨画鼻祖之一。之前咱们讲过的《洛神赋图》的原作者也是他，而陆探微呢，跟顾恺之是齐名的，2人并称叫顾陆。不管是谁，这个粉本本身就已经是国宝了。对，耿博士，这个粉本又是怎么变成了砖画的呢？首先啊，它是把画面分段刻在木模上，然后呢，将木模上的图像印在砖上，趁砖还没干的时候，快速的用工具在它的一个面上写上编号文字，然后把这些砖送到窑里面去烧，最后把它们砌在墓葬当中，构成一幅完整的砖画。这个袁弘，你是亲自到了那个博物馆去亲眼看过这个砖画的真迹？是。你当时发现那上面有编号吗？还真没有，因为我看这个南博的砖画，它已经是在墙上已经完全砌好了，拼凑很完整了。那它的编号其实不是在我们能看见的那一面上的，所以呢，今天其实耿博士会在现场给我们揭晓砖画里边的秘密。哎呦，这个我们还真是感兴趣。好，为了揭开这个秘密，我今天还特地带来了道具。这个我们取的是嵇康这个人物的部分，它就相当于整个砖画的1/8。大家想想，那个原作还是体量非常大的，对吧？每块砖它都是一个6面体，那么在它最宽的这个面上啊，是刻有文字的，嵇上行4，就相当于每块砖有自己的身份证一样。它具体的编号方式就从大到小逐次的编排。我们看到嵇和相这个字的后面呢，分别有上或者是中或者是下，它就表明这块砖在这个面上属于上面那一组、中间那一组还是下面那一组。
工匠就是通过这样从大到小的编排方式，保证一个砖画完美无误地呈现出来。你说，当时的工匠能够做出这样一幅砖画，得多不容易。其实这种几百块砖所拼成的图像啊，是一种前所未见的艺术形式。在我看来，它在当时就是一种前卫的、时尚的工艺。一般现在认为它只在帝王一级的墓葬当中才使用，所以大家知道它的价值了。数一数二的大画家，画了中国第一男子天团，最牛的匠人，用最先进的技术，做了只有帝王才能使用的砖画，堪称是经典中的经典。耿博士，我们今天看到你解密后的砖画非常生动，那个解密的过程，是不是不是太容易？对，看似是一个拼图游戏，但其实挺费劲的。因为最开始我跟学生面对的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砖，而且只有一部分砖上我们还能看到这种文字编号，我们都无从下手。我当时就想，那我们去南京看吧。我们就在南京博物院专家的协助下，近距离的、仔仔细细的去观察我们那件国宝。到最后，那个砖画就像印在我的脑子里面一样。今天我还记得阮籍边上那棵柳树有43根柳枝，嵇康的胡子啊是在冀中行2那块砖上。你需要那么仔细的去数它有多少条柳枝，那胡子在哪个位置吗？需要做到那么仔细吗？那作为一名80后的年轻学人，我就想我就下苦功，尽全力。一块砖一块砖的比对，一根线条一根线条的去研究，把砖画最精彩的东西呈现给大家。更重要的是，砖画是一件六朝的艺术作品。很多朋友可能对六朝这段历史并不熟悉，但实际上它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它上承秦汉，下启隋唐。虽然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但是思想自由、个性解放、文化包容。甚至有人说，那是一个唯美主义的时代。我们熟悉的书圣王羲之、画圣顾恺之都是六朝人，所以我常常说，数风流人物，还看六朝。耿博士不仅用砖敲开了国宝背后的秘密，还敲开了六朝文化之门。感兴趣的各位可以自己进门去看看了。哎，国立老师，其实啊，我们还有一组谜底还没揭晓呢。哦，哎，我们接下来要有请我们这些砖画上下来的孩子们。哦，来，这不就是刚才那些助演的孩子们吗？这群孩子啊，他其实不是来助演的，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继承者。为什么这么说呢？来，孩子们，咱们给这个国立大爷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好不好？哎，跟国立哥哥说说吧，怎么回事？谁先来？我是嵇康，我是竹林七贤之首，而且我还是竹林七贤当中最帅、最潇洒的一个呢。好，好有自信。我是阮籍，我能文能武。啊，我是山涛，我年龄最大。官职最高哦，我是王戎，我最抠门。成语故事卖里赚河，说的就是我呀。我是向秀，我是刘伶，我是阮乾，我是他侄子。大家好，我们是竹林七贤，还有我呢，我是荣启期，我比他们大了700多岁，是个老前辈，连孔子也得管我叫大哥。这是21世纪迷你版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孩子们刚才说的密码呀，其实就是砖画上每个人物旁边那个榜题所对应的砖的编号。比如说嵇康那个名字在砖画上就是嵇下行3那块砖，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解读的砖画背后的编码。孩子们，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你们从哪儿来的呀？我们来自南京。
那你们和专画国宝有什么关系啊？这件国宝呀，就出土在我们学校旁边，我们的学校就在南京市西善桥。那我想问问你们，什么时候知道了竹林七贤呢？1年级就知道，哇！一般1年级不都掰着手指头在算这个加法呢吗？说到这儿，这就要归功于我身边的这2位。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岱山实验小学校长郭卫新。哦，郭丽老师好，校长好，我以为你是孩子们的家长呢。其实啊，我们学校是一所非常普通的学校，孩子们都来自普通家庭。我们学校在郊区，离博物院还是挺远的，所以呢，我们就想到了和南京博物院一起开发这个博物馆课程。嘿，啊，真好！我要特别感谢南京博物院，感谢我身边这位一直给孩子们上博物馆课程的高老师。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博物院社会服务部的高梦琛。在博物院里工作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跟这些孩子们在一起。我们每个月都会去南京岱山实验小学给孩子们上博物馆课。博物馆呢，不光是陈列文物，我们还希望历史，希望文物能够留在孩子们的心里，走进他们的生活。说得好。今天我们说的这件国宝，它的出土地和我们的学校挨着非常近，这是一种巧合，也是我们跟国宝的一种缘分。是的，我相信传承国宝这件事一定会和我们有关。我特别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他们生活的地方曾经发生过什么故事，有怎样悠久的历史，有怎样灿烂的文化，并且把他们知道的东西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所以刚才袁弘才说，他们才是真正的传承人。以后你们会不会像你们的老师一样，也去给你们的弟弟妹妹们讲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的故事呢？会。真好。那你们愿意做国宝守护人吗？愿意。国宝之所以能称之为国宝，不仅只是因为它本身，更是因为我们能通过它看到一个时代的印记，以及能让它延续千年不败的幕后英雄们。今天我们用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专画的一块块砖，不但敲开了魏晋时期的一个经典的精神世界，更是敲开了通往未来的传承之路。感谢袁弘、耿硕、高梦琛以及岱山实验小学的师生们。接下来我们将为你们各位颁发国宝守护人印信，并请各位宣读守护誓言。我是袁弘，我是耿硕，我是高梦琛，我们是南京市岱山实验小学的师生，我们志愿守护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专画，守护历史，守护先贤义德。现在我们有请南京博物院龚良院长为大家揭晓，他到底为什么会推荐这3件文物入围国家宝藏的特展甄选呢？南京博物院推荐的3件文物，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力量的展现。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砖印壁画，给我们带来的是6朝时期文人的生活体现和精神追求，并影响了江南地区哲学、人文、艺术的传承。大报恩寺琉璃塔拱门所反映的是中国陶瓷烧造工艺、建筑技术和艺术审美的完美结合。昆玉万国前途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中国士大夫互相影响，让地图拓宽了中国人看世界的眼界，而中国文化也通过利玛窦更为西方所了解。3件文物在现代仍在向我们诉说着中华历史和传统文化，它们有传承，有交融，
有活力。谢谢龚院长，希望大家常去南京博物院，与您感兴趣的国宝见见面，听听故事，让国宝活起来。我们第10集盛典再见。感谢新浪娱乐、新浪新闻客户端、腾讯新闻对本节目的支持。